人明明觉醒的是最强辅助治愈术士，是个能够解锁棍之勇者的职业，却因为其他人荒谬无知的可笑污蔑，导致一直以来都没有队伍肯接纳他。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工会突然出现新手冒险者，可爱的少女坚决走到男主面前，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发出了入队申请。还没等男主有所回应，武斗家塞娜便已经开始了自我介绍。看到对方并不是在开玩笑，男主也说出了自己治愈术士的职业。不料这时前台大姐姐突然出现，急匆匆的跑来阻止了塞娜，毕竟她可不想这么可爱的少女误入歧途。紧接着还特地的提醒，表示男主是个只会用出阶治愈魔法的废柴，如果跟这种人组队的话，那到时得穷的只能去种马厩了。殊不知塞娜其实就是奔着男主来的，只因小时候遭到哥布林袭击，在危难之际是男主挺身而出救下了她。从此塞娜便梦想着能跟在对方的身边，并且她还随身带着一笔巨款，是妥妥的一枚小富婆。因此谢过好意后，塞娜便跑到前台进行入队，就这样成功加入了男主的队伍。临走前，前台大姐姐郑重的交代，让两人去迷宫西边的大草原探险。原来迷宫会不断的释放魔力，所以周边栖息着各种强大的魔物，而其中最适合新手的地方便是在西边的大草原。不过男主却并没有听从建议，反而带着塞娜来到了迷宫入口，打算进去后好好测试一下对方的实力。没一会他们便遇到了3只哥布林，仅只是2秒半的功夫，塞娜居然就一人解决了战斗。对于塞娜的表现，男主也是深表赞许。接着他又捡起了地上的魔石，耐心讲解着各种冒险者的常识，随后便提议要不要去更深处探索，因为哥布林的魔石根本值不了多少钱。而经过塞娜同意后，他们也继续前往其他地方查看情况。这时男主突然发现了什么，瞬间拦下了塞娜前进的脚步。原来这块地板是个陷阱的机关，只要触碰就会让冒险者不慎掉落，从而被地下的尖刺当场贯穿。等两人穿过陷阱后，他们却意外看到了一只半兽人。要知道这可是存在于中层迷宫的魔物，拥有着强健的身躯和力量，一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才对。塞娜本以为这次的冒险会到此为止，没成想男主不仅没有撤退，甚至还打算两人合作打倒这只魔物。对此塞娜也没有拒绝，在同意后便直接来到了半兽人的面前。虽然他的速度占据极大优势，但在力量方面却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只能不断躲避着半兽人的攻击，最后被逼到了角落无法闪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棒朝自己落下。好在危机关头，男主及时出手救下了他，而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也让塞娜愣在了原地，直到男主呼唤时才回过神来。接着在拿到半兽人巨大的魔石后，他们又继续探索了一番，最终等回去时便多出了好几块的哥布林魔石。见状，前台大姐姐当即就不乐意了，明明已经说过要去新手地区探索，怎么现在还跑去中层击杀了半兽物？为此男主赶忙解释事情的经緯，就连塞娜也帮忙澄清，这才让前台大姐姐勉强相信他。接着就是兑换了一大袋钱币，引得男主惊讶连连，只因他在以前的冒险小队根本就没有获得过这么多的收益。随后又突然顿悟，看来自己是被别人当成了冤大头，私扣了他大量的血汗钱。听到这话，塞娜顿时就不干了，当场就愤怒的要找对方算账。不过男主却没有过多的计较，表示要就此忘掉之前那不快的经历。随后两人来到了旅馆，订了2个房间，准备好好休息。在房间里，塞娜第一时间便换好了睡衣，脑海里回想起了冒险时的场景，而男主的强大也让他不由得心生困惑。それにしても、この町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もすごいお兄さんを無能って呼ぶんだろう。怎么都没想到，原来男主之所以被踢出队伍，是因为前队友接去讨伐九头蛇任务，可明知九头蛇魔法蕴含毒素，黄毛队长竟为了省钱不愿买解毒剂，以至于队友中毒失去战斗力，而任务失败的他们将一切责任都推给男主，美其名曰身为治愈师居然不会解毒，如果不是男主拖后腿，他们早就击败了九头蛇。闻言男主都无语了，明明是他们一路享乐到早上，导致讨伐时动作不够敏捷才会失败，如今竟然将锅都甩给男主，同时威胁队伍里的萝莉魔法师，不仅要把男主踢出队伍，更是把男主无能之名传遍整个小镇。要不是塞娜的出现，或许男主已经放弃当冒险者。随后两人再次来到迷宫，男主知道塞娜的实力后，通过迷宫自带传送阵来到中层探索，而中层的怪物等级普遍比较高，掉落的魔石相对的比哥布林更加值钱，让塞娜小心一点。可话音刚落，殊不知巫妖属于特殊魔物，是从灵体幻化而成，所有的物理攻击都对它无效，对没有攻击魔法的冒险者来说非常棘手。男主想着战略性撤退，怎料塞娜表示他有办法对付，于是男主充当诱饵上前拉仇恨，而躲在一旁的塞娜蓄势待发。只因塞娜虽然是武斗家，但只要练习2年半，就能操控存在于体内的气力，将气力凝聚在拳头上，即便是灵体也能轻松打爆。随后再次回到冒险者公会，看板娘看到巫妖的魔石惊讶至极，没想到两人实力居然能探索迷宫中层。很快换完钱后准备回旅馆续住，不过路上塞娜有点好奇，最近不知道为何在其他地方惹出纷争的冒险者
似乎都有意聚集到这个小镇，给镇上认真探索的冒险者和居民带来不少麻烦。不过男主也没想太多，反而今天赚了那么多钱，当然要先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一旁的塞纳看向远方建筑，好奇询问那是什么，像建筑的模样却没有入口和窗户，好像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柱子。怎料在这里2年半的男主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一次好奇的向制作工匠打探过，可令人震惊的是，工匠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委托人也不知道是谁，只是代理人拿着设计图和费用过来委托，或许是想隐瞒什么身份。不过居民觉得不是什么有害东西就无所谓了。男主自己看来，与其做几根柱子围绕城镇，还不如做城墙来防止外敌和魔兽的入侵。等吃饱喝足后，两人回到各自的房间，但塞纳内心很是不满，明明两人可以住一间，偏偏要花2间的钱。言えない。一緒の部屋がいいなんて、まだ絶対。やっぱりいいよな、パーティーって。あのお嬢さんが本当に現れる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のおかげでもうしばらく冒険者を続けていけそうだ。ありがとう、ナルセーナ。安人怎么也没想到，原来那个被他赶出队伍的治愈师其实是最强的，只因黄毛胸有成竹的找了个新队友，然后迫不及待打算再次讨伐9头蛇。现在的9头蛇却已经变成了7头蛇，因为被男主砍断的脑瓜还没长出来。黄毛二话不说就要让新来的奶爸做肉盾，这让新来的奶爸暴跳如雷。只因他从未听说过治愈师还要冲在前面的。黄毛表示之前的男主就是队伍中的前排。呆れた。あんたたち、治癒士に接近戦をさせていたの？おう、逃げ回ってばっかりだったけど、たまにいい攻撃を入れてたぞ。そうそう。あの首だって、あいつが切り落としたのね、確か。如此离谱的要求，莱拉并没有答应。黄毛一脸自信表示他只要会解毒魔法就行，不出2秒半黄毛就被啪啪打脸，只因他们讨伐重伤的9头蛇依旧失败，而且还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狼狈之极，就连队伍中的法师都受到了严重伤势。此时黄毛终于意识到男主还挺有用的，不仅他们吩咐的事情基本会乖乖照做，而且就连报仇被骗也完全没有发现。黄毛还真敢想，认为自己只要对男主招招手，男主必定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回来，毕竟他们是很有名气的冒险者队伍。而男主和蓝毛正在冒险者公会将今天打到的魔盒兑换成金币。前台小姐建议男主可以增加几个新成员，因为有多名队友猎杀魔物也会比较轻松，但男主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而前台小姐还是给了他们几个意见，有了这笔钱足以去租一间房子当做小队的据点，毕竟住旅馆装备道具也不好拿来拿去，而且每天的房费也是一笔开销。如果是小情侣一起组队的话，据点直接化为婚房。男主也想起了黄毛租的独栋别墅，但可惜他却被分配到了杂物间。次日黄毛来到冒险者公会找上了男主，表示他心胸宽广，愿意重新接纳男主归队。黄毛以为他是过于激动导致没能及时给出回应，毕竟自己也算一流的冒险者队长。けど心配はいらねえ。いざとなったらお前を置いて、じゃなかった俺が身を挺してお前を守ってやる。男主只是说了一声谢谢，黄毛惊喜万分，不料蓝毛却突然杀了出来，表示男主根本不可能会跟他们归队。男主安慰蓝毛不必担心，他说谢谢是因为黄毛再次向他发出邀请，不管是不是真心已经无所谓，如今他已经有了蓝毛这个新伙伴。黄毛心态要炸了，指着蓝毛表示他完全是想利用男主，因为男主并不是无能者，而是远超一流的冒险者，而蓝毛必定骗了男主不少报酬。这下男主彻底忍不住了，他并不恨黄毛之前所做之事，但要是敢伤害蓝毛，那就别怪他不念旧情。黄毛恼羞成怒，想要重新招募一名队友，说什么他都要复仇讨伐9头蛇。想不到真有一名长发面具男想加入黄毛的队伍。黄毛观察了2圈半，当众拔剑就要试试对方的实力，仅仅只是一招面具男就击飞了黄毛的剑。吃瓜群众们都惊呆了，原来黄毛只是个吹牛王者。虽然黄毛社死当场，但还是答应了让其加入小队。这一次如果讨伐9头蛇失败，他的队伍名气必将一落千丈。男主刚回旅馆就有人找他，而且让蓝毛也一起跟上。原来是黄毛队伍的法师找男主，他希望男主能帮帮忙，因为今天黄毛又要去讨伐9头蛇，而且还因此招募了新队友。法师非常清楚男主实力有多强，要不是男主砍了他2颗蛇头，上一次他们恐怕就会当场团灭。他想趁着9头蛇还没有痊愈，请男主帮忙将其灭之。就在莱拉刚回到据点，不料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吉克。吉克认为戴了面具对方必定认不出来。だんまりってわけ。あ、これ、ドナウドさんの剣でしょ？盗んだの？